臣三生有幸际遇公主，今日有幸拜会代王，幸甚。当今皇上没有太子，代王是高祖的嫡脉，一向以仁德著称，天下谁不敬仰？如果皇上万一有三长两短，皇位当非代王莫属。皇上正值盛年，前途远大，怎么会有三长两短呢？代王说的是，可是世事难料，任何人难免三灾八病、五劳七伤。你可是皇上的亲舅舅啊！舅舅还有不向着外甥的？代王说的是，我是皇上的舅舅，可是代王也别忘了，我也是他的奴才。当今皇上心高志大，但难免行事轻躁，只怕万一有所闪失，智者不能不多留后路。武安侯曾做过太尉。是啊，所以臣的麾下招揽了许多门客。如果代王有一天用得着的话，尽管开口，仆臣愿效犬马之劳。依臣看，代王还是颇有戒备之心。臣就说明白了吧。代王现在距离那个皇位也许是一步之遥，伸手可及。田汾眼下虽还富贵，但是也不能不居安思危啊，是不是，代王？代王，好好想想刚刚仆臣说的话。臣就不打扰了，臣告退。武安侯，请留步。来呀，武安侯对寡人尚不甚了解。你读过《淮南王书》吗？寡人主张无为而治。所谓无为者，不先作为，不在事物变化之前有所为。还有一句：人失我得，不再争。望武安侯能理解此意。武安侯尽管收下。武安侯此来诚意豪爽，寡人以此略表心意。就算是第一次分红利吧。既然大王说的这么明白，这个红利臣就收下。臣不是贪此利益，而是表明臣愿意与大王坐在同一个战车上。谢大王。
仆臣告退。你看，武安侯有几分真诚？武安侯，真诚两字不属于他，但只要价钱合适，您可以从他那儿买到一切。于丹呐，你要学学你的哥哥，你看他的队伍练得多么用心呢，一望而知是下了大功夫的。是，父王。父王，儿子，好样的！狩猎仪式正式开始。行出征之令，大单于披挂上马，王子一之学围猎开始。
来！以长子身份继位大单于，如有不服者，站出来！昆仑神注定伊稚邪成为大匈奴的大单于，感谢昆仑神！感谢昆仑神！感谢昆仑神！昆仑神！我以昆仑神的名义，我伊稚邪大单于在此宣誓，我要带领你们像猎鹰般飞越高山，穿越湖泊，为你们捕捉青祖挥斥之鹤，带领你们像狼群一样穿过那绿色的草原，去洗劫那些堆满粮食、堆满丝绸、住满美女的村庄和城镇，让汉人的男人做我们的奴隶，让他们的女人做我们的妾婢，让他们的田野成为我们的牧场。血染黄昏，肉喂猎狗。我勇敢的大匈奴，是高天之下除了昆仑神之外唯一的主宰。感谢昆仑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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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元3年春，汉朝北方强大的匈奴部落，在经历了一次非正常的权力更迭之后，掌握了权力的新单于伊稚邪决定对汉廷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方针。他决定改变君臣单于的和亲路线，要以一种强悍的攻击姿态，逼迫汉廷对匈奴做出更多让步。欢迎使节，请吧。我乃上天所立，天下唯一大匈奴大单于昆仑神的使者，来会见你们的皇上。他们非得要见皇上啊！是的，
上次朝廷出使匈奴是由大单于接见的，因此匈奴使臣要求这次对等待遇。那皇上人呢？是，禀太皇太后，仍在上陵园。南面阻截。诺。韩嫣在。你的人从北面迂回。诺。有快。撤。好，走。吹响鹿笛。准备箭弩。陛下，朝中有紧急事务，太皇太后请皇上立即回宫。回宫。呀。停，等一下，不穿了。韩嫣，哦，陛下，过来，陛下有何吩咐？你这身行头不错呀。好，陛下过奖了。谁的行头比得上天子？天子的服装嘛。真的吗？你看朕的衣服好，那就跟你换，你穿上朕的。朕今天要捉弄一下匈奴人。别！陛下，臣有几颗脑袋，敢穿戴天子的服装？怎么？你敢违抗朕的诏命吗？臣不敢。快点脱下来，快去帮他脱。快点！匈奴使节觐见汉朝皇帝。韩嫣，陛下。哦。宣匈奴使节。宣匈奴使节。
皇上驾到！皇上万岁万岁万岁！禀神，谢陛下。匈奴使者跪拜我大汉皇上。匈奴使者跪拜我大汉皇上。匈奴为上天所立，日月所制，普天之下至高无上。大单于的使者，我们没有向别家皇帝下跪的习惯。哦，算了，不跪就不跪吧，反正你们站着已经很矮了，只怕跪下，朕还就怕看不清你们了啊！早听说汉朝皇帝与我们大单于一样年轻气锐，今日得以面睹，很感荣幸啊！朕也很高兴在此接待北方来的使者。北海湖已经结冰了嘛？往年这时候湖面已经可以走马。今年的羊羔下得多嘛？有没有一胎生了4羔的？克里沁上年的草情好吗？对了，牛马过冬的草料够不够？牛马的存栏数有多少啊？想不到汉朝的皇帝对我匈奴的情况这么关心呐！是啊，不关心不行啊！你们那儿如果年景稍有不好，我们汉朝的边郡不就又要遭殃了吗？大单于有一封信函，托本使节呈大单于内地汉朝皇帝。朕如果没有看错的话，你们匈奴今年向汉朝索要的物资，整整追加了1倍，而且还要额外增加制作间谍的铜铁。两家都是新主登基，是大喜之事啊，所以你们应当多给点东西庆贺。岂有此理！这是讹诈，这是勒索。大单于说爱给不给，不给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取。另外，我大单于正等待着汉朝早派公主前来和亲。至于早先的隆庆公主，则已跟随已故君臣大单于殉葬。伊稚邪大单于祝愿汉朝皇帝早日临朝亲政。本使告辞了。
你。 陛下，匈奴人狂妄之极，你看看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是点物资吗？给他们，都给他们，再追加1倍给他们。你们把朕的这个意思转达给太皇太后。 这就是朕的态度。请回去代问大单于好。那就不远送了啊。贵使不枉此行，满载而归呀。从中当可以看出，我们新皇上是渴望和平的。 真诚的希望双方的和亲关系能够友好的保持下去。请转告你们的大单于，不要再做损害汉匈关系的事啊！本使自会转告的。哦，顺便问一下，你们对我们汉朝的皇帝印象如何？本使倒是认为汉朝皇帝身边的那个按刀战阵的武士，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啊！好，端过去吧。太医。 皇后的药煎好了没有？就好，稍等片刻。哦，这是谁的？太皇太后的。这个呢？也是太皇太后的。哟，太皇太后都快把药当饭吃了。可不，80好几了，一天天全仗着药撑着。看太医说的。 好像一个朝廷全凭着药罐子当家似的。这话怎么说的？您看呐，现今朝廷靠太皇太后撑着，太皇太后呢又靠着药罐子撑着。您说这朝廷不是药罐子在当家的吗？就怕这样也撑持不了多久。啊。 太皇太后的药好了吗？啊，好。姐姐，太皇太后是。老太太昨晚先出汗，后受凉，早上就发烧，年龄太大了，起不来了。给。来了。太皇太后说，东欧之军务，请朱大臣与皇上廷议。待有了初议之后，再告太皇太后最后定夺。我们对，就这样。奴才恭请陛下圣安。陛下，您得快着点儿，丞相和各位大臣都正在宣誓等着您呢。告诉他们，早朝改午朝了。喏，仆臣恭请陛下圣安。挺身吧。谢陛下。你们来的正好。东欧王派红领吉使来长安了。 向汉廷求助，太皇太后让朕主持对此事的廷议。你们先替朕想想，这件事该怎么办？陛下，这不正好是陛下的机会吗？
陛下这些年来一直在小小的上林园内做着自己卫队的指挥官，现在陛下正需要玩大一点，有一个能施展手脚的战场，出兵平定东欧之乱，正是机会呀。朕何尝不想？等太皇太后只是让朕在宣使主持廷议。陛下，臣以为不妨将廷议的范围扩大，别老是那几张熟面孔。熟面孔自然会老调子重弹。没错，不妨将武安侯、魏齐侯那些赋闲在家的宗亲公侯们都请出来，让他们广开言路。皇上来了没有啊？来了没有？皇上说，朝廷是否对外用兵乃国之大事，必须请诸公卿、公侯、宗室一起商议，所以将廷议改为朝议。皇上不愿意在小范围内商议，显然是对我等心存芥蒂。本来很简单的事情，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呢？像魏齐侯这样的贤人也来参加廷议，还不把前些日子的怨气也发在朝上？那朝议还不乱成一锅粥？皇上可能要的就是这个乱劲儿，所以，我等一定要一口咬定太皇太后身体不好，此时断不可用一兵一卒。事关重大，皇上要求朝议完全合乎规制，我们还是立即通知安排吧，不要耽误了。好吧，朝议就朝议吧。侯爷去武朝讨论援救东欧的事。是啊，皇上已沉默多时，这一次好不容易透气的机会，我做国舅的能不去帮忙吗？侯爷是否了解闽越王与东欧之间的战争内幕？我听说还是吴王刘濞之子刘据在从中挑唆。侯爷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还有其二。淮南王，淮南王也在其中掺和。淮南王一直与闽越王骆颖来往频繁，私结交谊。若闽越王骆颖一旦败露，则淮南王肯定难逃干系。而淮南王一旦被发觉牵入此事，那对侯爷也是相当危险的。啊，淮南王这个人还真爱四处插手啊。朝中大事未决，自然会人言纷纷。侯爷应当允持其中道，何妨手鼠两端，左右逢源呢？绝不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你去约刘伶，让公主稍晚来见我。我要告诉她，让她和她的父王不要四处插手。现在朝廷大事已有所变化，皇帝这几年修仙得道。谢陛下。诸位爱卿，东欧王邹瑶派使者来长安求助，朝廷需对此作出反应。朕召集你们，是想听听你们的看法。因涉及到朝廷是否用兵，朕特意请来了宗亲公侯们来发表意见，以求寻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。各位大臣们，有话就说吧。陛下，臣以为东欧国曾助吴王刘濞叛国，是反复无常的蛮夷。况且地远国偏，没有要救他的道理。丞相刚才提到了刘濞，也就是提到了七国之乱，东欧国是参与了刘濞的阵营。但东欧王后来因诱杀刘濞有功，先帝没有追究他的责任，相反却给予了很多的赏赐。刘濞之子刘居得以逃脱后，从此怀恨东欧王，这次才挑唆闽越国对东欧国发动战争。由此看来，此事是七国之乱的一种延续。我大汉朝
应该管。如若不管，就是对先帝一夜的不忠啊！臣下以为，汉廷不应干预此事。老夫只是议政，至于如何管，还是请内阁和陛下定夺。东欧与闽越两国同为蛮越人一族，为小利而互相残杀是常有的事。这种情况并不是现在才有的，在高祖时代，越人之间就常有战争，但高皇帝从不派兵介入，解决他们纠纷时，高皇帝也只是帮助他们调停调停。所以，臣以为这次朝廷也不值得派兵相救。陛下，臣不同意武安侯的说法。你是谁呀？微臣是中大夫严柱。朕知道你，你就是跟董仲舒、公孙弘一起殿试，被朕所录用的，对吧？微臣以为，汉朝是一个大国，应该为周边小国树立一种仗义公正的形象，所以微臣不同意武安侯的说法。臣的说法也是高皇帝的政策。武安侯，你的说法就是你武安侯的，你怎么能代表高皇帝呢？你若代表高皇帝，那朕又代表谁呢？要让人家把话说完，不要动不动就……严柱，你接着说。东欧是大汉朝的外臣之国，大汉对东欧的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臣窃以为应该出兵援助东欧国摆脱目前的困境。严大人，越人居住之地是蛮荒之地，就算是派大军去，也难以取胜。当初就连强暴的秦朝都认为那里是陷阱，在秦朝末年就已经把它放弃不管了。我们又何苦去冒这个风险呢？武安侯此言差矣。秦朝是秦朝，我大汉朝是我大汉朝，怎么能相提并论呢？东欧一直是友好之邦，将来还可以成为朝廷收服闽越的基地。收服了闽越，我汉朝的国土才可以说是真正得到统一。只要我们有力量援救，就能使圣上的恩德远播一方。为什么放弃不管呢？你是说朝廷没这个力量，还是圣上的恩德覆盖不到远方呢？我只是打一个比方。比方？难道秦朝放弃的地方，我汉朝就也应该放弃？哼，武安侯，秦朝放弃了这些地方，我汉朝就应该放弃吗？秦朝连他的国都咸阳都放弃了，那么难道我们也该放弃长安吗？现在这些小国受到了围困，来求助于圣上。如果我们不去救助他们，那我们将来还怎样去安抚周边的国家呢？臣恳请陛下按照祖制惯例形成定议，禀报太皇太后决断。什么定议？哪儿来的定义？这刚说了几句呀？你们平素议政也是这么敷衍潦草吗？拿不出成熟意见来，你要太皇太后去批什么？在议。
听说你的父王与芈月王洛颖还在暗中来往，让他马上停止。朝廷就要对芈月王行动，不要留下任何马脚，以免受到牵连。芈月王不是快占领了东欧国？那么朝廷怎么突然要干预呢？还不是我们年轻的皇上想要行使权力？是吗？那太皇太后答应吗？太皇太后已撑不了多久了，所以各方面都在加快脚步。难道你的意思是说，皇上马上就要顺利地接手大权了？那就得看他的造化了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是没想到会那么快。那我父王怎么办呢？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阻止他们呢？阻止？怎么阻止啊？而且皇上也是我的外甥啊，是吧？你可别忘了，你跟我父王还是同一辆战车上的呢。此一时彼一时嘛。但是咱们毕竟是有交情的嘛，所以还是给你父王提个醒。再说呢，皇上如果真的接管大权，我这个国舅也就值钱了。我若显贵了，你这小乖乖不就走红了吗？怎么了？我今天不太舒服，我今天不方便。行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停车！如果由长安发兵，这么长距离的远征，恐怕又得兴师动众，日费万金，太皇太后恐难以同意。朕知其难，才要想为之。这仗打与不打，倒在其次。那些大臣们最怕什么？他们惧怕的，就是朕能够行使兵权。此举对于陛下的确有非常意义，陛下一定得干。奇怪，为什么武安侯会看不出此举重要的意义呢？偏偏是他在极力反对。武安侯与魏齐侯原本就是一对仇人，一方赞成，另一方必然反对。如果仅仅这样，朕倒能够原谅他。朝廷之内，一趟浑水老汤，扯不清的。我看陛下此番行动，应该启用新人。朕以乡中的言助，也深感朝廷真正缺乏的是这种直言敢谏之士，也越发觉得朕的新政招贤原本就是对的。臣以为，陛下的目标一定要单纯，不翻历史旧账，重在恢复陛下的权威。许昌、庄青敌他们，怕的就是这个。陛下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这个机会。这几年，虎符虽然一直在太皇太后手中，但由于朝廷已不设太尉一职，真正掌兵的其实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。谁？东宫的卫尉程不识将军。太皇太后年事已高，而且又卧病在床，所以都是通过程不识将军来控制整个汉军。那陛下在与太皇太后谈之前，能否先与程不识将军谈一次？老子兵道：静而动，正而齐。真正善于用兵的人，是在无形无迹之中，不知不觉就把事办了。这才是运兵的最高境界。
坐，慢点。有车呀。啊，坐下。哎，坐。东欧国的事议得怎么样了？回奶奶，孙儿大胆，孙儿将廷议改成了朝议。程将军，您常年驻守边关，多次与匈奴作战，据说也是所向披靡，令敌人望风丧胆。可是老奴就是不明白，那日匈奴来使是何等傲慢无礼，竟敢拒绝向皇上行大礼，是不是在那些胡虏心目中根本没咱大汉的位置？本将虽然与匈奴人打过不少次仗，但是1000人以上的大战并不多。有汉以来，我军还没有真正的重创过匈奴，所以匈奴的气焰一直就很嚣张。朝议认为，东欧是我朝的属臣之国，东欧的安全与我大汉有唇齿相依的联系，所以多数朝臣认为朝廷应该出兵援助东欧。你说的多数是谁？那少数又是些什么人呢？你说咱汉军的装备训练也不能算不精良，那为什么就不能狠狠地重创一次匈奴呢？程将军，太皇太后请您进去。卑将叩见陛下，太皇太后。程将军，老身刚才在跟皇上谈援助东欧国的事。如果启动大批汉军南下打大仗，你们有这种准备吗？恐怕困难。所以呢，老身一向是不主张动刀枪的。我倒主张派个使节去游说斡旋一下，劝劝他们两边都别打了。最多虚张一下声势，吓唬吓唬那些不听话的。还是要想如何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呢？臣明白了。程将军在。朕问你，你心里头到底有什么不战而能求安的妙策呢？陛下圣明，何须卑将妄语？太皇太后如此器重程将军，朕就不明白程将军为什么还要如此谦恭谨让。太皇太后前半句是问卑将的，后半句则是讲给陛下您听的。其实卑将哪里有什么妙策？说实话，卑将在沙场上滚了一辈子，还从未碰到过不战而求胜的好事呢。告辞了。老谋深算的程将军，可是人算不如天算。陛下，谈得怎么样？陛下，怎么样？老太太她当然不会同意用兵。太皇太后怎么说呢？老太太说要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可以派使节去各方斡旋，不让大举用兵。但并没有说不让用兵，只要能派出使节，就可以调动会稽驻兵。如果咱们的手里没有虎符，
那即使派出使节，也无法调动会稽的驻军。严柱来了吗？来了，已在外面等候多时。朕可以直接授予他结账和朕的手诏。他凭此可以调动会稽的当地军队。这个主意不错。韩嫣，臣在。叫严柱进来。诺。像这样的书生，一旦向他交了底，真到了地方上，就怕他理不直气不壮，反让会稽的地方官员们生疑。明白了。你带上朕的剑，朕授权你相继便衣行事。这也许是朕这一生做的最重要的决定。魏将军，臣曾听说调动军队必须有调兵的虎符，怎么皇上只授予了我们结账和手诏呢？皇上可能想考验一下你这中大夫的本事。啊？对付那些地方官员，我们必须显示朝廷钦差大臣的权威。别忘了，你代表的是皇上。驾！驾！会稽太守陈元良，欢迎朝廷使节。驻军司马汪成拜见二位大人。请。哎呀，会稽的天气到底是要比长安湿滑潮热的多呀！那是那是，百里不同风，千里不同雨啊！这位大人是？魏大人是皇帝羽林军的建章监事，这些壮士都是护卫皇帝的羽林猛士。见儿见儿啊！哎呀，南方之地到底是水滑，你看这皮肤啊，多美呀！那是那是，吴王金钩，越王剑，只有这里才生得出美女西施。来来来，大家请。来，请啊。司马是否了解东欧国战局？东欧王现在何处？皇上也很关心闽越国的军队现在打到哪里了。东欧军不敌闽越军队的攻势，已被冲得七零八落，其主力现已退居山谷丛林之中，只能做零星反抗。东欧国内水稻纵横，草木茂盛，上遮日光，地面幽暗。东欧国的散兵狙击，使得闽越军队攻势受挫，也放慢了推进的速度。东欧国曾派人联络本将，要求支援，因未得到朝廷的指示，我们未敢擅动。那会稽的驻军总共有多少人？都是些什么装备？
本地驻军人数只有2万，比较擅长山地丛林作战。历史上，吴越步兵就以强悍耐战著名。如果去北方草原或山地作战会不适应，但在南方丛林对付这些蛮夷小国的土顽，还是绰绰有余啊！哼，那太好了。看来皇上决定命你们出兵援助东欧国的决策非常英明。哈哈，两位大人，奉皇上的诏命，来我会稽调动军队。地方自当奉诏效命。只是朝廷制度难违，所以如征用本郡军队，必须要见到朝廷的虎符啊！哈，虎符嘛，尚在皇上的手中。皇上说此战是一小战，不必动用虎符来调军，所以我们带来了皇上的手诏。虎符要在对付匈奴大规模征兵时再做使用。请看，上面御笔写出了2位的姓名：太守陈元良、司马汪成。本将可能古板了点，要本郡调兵，本将必须见到虎符。怎么，司马是不相信我等，还是不相信皇上的圣诏？皇上派我们还带来了朝廷的节仗，又命羽林卫青大人做副使陪同。你们还看不出皇上是如何重视此次行动的吗？看得出来。看得出来，说句老实话，咱这偏远地方还是头一次见到皇上的钦差呀。那你还犹豫什么？不过臣下听说，皇上多年只是在上林苑狩猎，很少过问大政，这突然赶来调兵，大胆！你个小小郡守，竟敢妄议朝廷之事！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陈元良、汪成。难道你们竟敢抗命皇上的手诏吗？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面结如面君，你们还不赶快跪下！陈元良、汪成，既然你们承认了皇上的权威，那就老老实实的奉诏发兵，援助东欧国。使节大人，这是2回事。我等正因为忠于皇上和朝廷，才要坚持朝廷的调兵制度。如果见不到虎符，就是砍下卑将的脑袋，卑将也不能从命。站住！在皇上的节仗面前，你小小的郡司马竟敢公然抗命！那就对不起了，来人，在！郡司马汪成抗旨谋反，立即逮捕，就地正法，给我拿下！魏大人，魏大人，小小会稽，倒还有些勇夫，敢与我羽林侍卫一试剑术，上！把那个大胆抗诏的郡司马给我砍了，枭首示众。陈太守，你看，你现在是选择从旨调军呢，还是也要抗命朝廷？微臣愿意遵从皇上手诏，立即派军听候调遣。那好，让你们的副司马立刻通知全体驻军即刻集合，我要亲自对士兵讲话。微臣明白。士兵们，皇上亲召我会稽驻军，
要立刻开拔，援助东欧王国，抵御闽越军队的侵略。你们要服从这2位钦差大人的指挥，胆敢违令者，杀无赦。我听说，会稽步军一向以英勇善战而闻名于天下。今日得见，果然军姿不凡。我又听说你们擅长山地丛林作战，皇上这次没有调拨朝廷的汉军主力，为什么？因为皇上认为你们正是我汉军山地作战的主力精锐，你们代表的是我汉军的威武。皇上真的知道我们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秦大虎。好，秦大虎，我们回去以后会将你的大名奏报皇上，让皇上知道会稽驻军里有一个叫秦大虎的人。你们都不要笑。你们看见我身边的羽林了没有？这里的羽林总共有100骑，我们的皇上能叫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，以至每一匹战马的名号。皇上爱他的士兵。冯林，在。这位是原雁门太守冯庆之子冯林，其父在与匈奴作战时英勇牺牲。冯林，我是皇上亲手编入羽林的。大汉羽林有一大批烈士遗孤，大汉羽林优先征录战死官兵的子弟。皇上待我们这些孤儿就像父亲一样。我曾陪伴皇上一起打猎，皇上跟我们在同一口锅中喝汤，晚上在同一挺帐篷里睡觉。既然皇上如此信赖我们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为皇上立下战功呢？吾皇爱国，吾皇爱国，吾皇爱国，吾皇爱国！汉军为伍，好汉爱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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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守，这里能征集到船只吗？本军有很多渔船，随时可以征调。好，那你就马上发布文告，征调民船，能征多少征多少。我军先不去东欧国，而是从海盗直扑闽越，打他的老巢。高明，高明。好，魏将军的意思是指东打西，围魏救赵，全部驻军人数有200条船足矣。不，我们得照着500条船征集，要借此大造声势，要造成是一支庞大的汉军队伍出征的声势。我就不信他闽越王敢不退兵。如果声势太大，传到朝廷，是否会使皇上太被动？咱们这么折腾，即便是瞒天过海，也会惊动太皇太后的。关键在于取胜，只要胜了，就没人责备我们。已经10几天了，应该有消息了。最近朝中大臣也听到一些风声，知道陛下此次派使节不仅仅是为了斡旋，他们是在等看朕的笑话。但有一条，不管此次结果如何，只要是让朕管理外臣国事务，就不会隔岸观火，袖手旁观。陛下，程不识将军求见。宣程将军，卑将参见陛下。程将军，有什么事儿吗？陛下，会稽郡传来消息，汉使尉迟虎符便擅调地方军，诛杀郡司马，目前正大批征调民船，要渡海对闽越国发动大规模作战。大胆的言重，真是的！朕是让他持节去斡旋调解，他怎么可以居然大动干戈呢？他怎么可以？程将军，陛下，有他们作战的消息吗？陛下，卑将受太皇太后委托治军，
如果容许无视朝廷调兵制度，瞒天过海，私自发兵对外作战，此例若开，朝纲崩坏。太皇太后若是知道了，也会严加追究。什么？你是说，太皇太后还不知道这件事情？太皇太后近来身体一直欠安，北将得到消息后，一直还没有敢告诉老人家。对，程将军做得很对。太皇太后的身体对朝廷来说是最为至关重要的，要记住。依朕看来，像类似这样的坏消息，可以瞒一下，过2天再报他老人家。陛下，卑职责任重大，只怕时间长了，朝中都会听说，那时难免会受太皇太后申斥。卑将斗胆进言，万望陛下能够遥制汉室，速战速决，不要把天捅漏了。如果那样，卑将就是割下脑袋来，也是顶不了的。卑将告退。太好了！哎呀，乱臣贼，看看这真的面子！哎呦，来，拿出来！快！哪儿呢？在这儿。刚才程将军是不是有意的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微臣也甚是奇怪，程将军历来从事谨慎，这次怎么有点儿……这说明朕的决策合乎军心。陛下圣明。东欧结盟，结盟，东欧结盟，结吧，东欧结吧。陛下，东欧传来捷报。北征，立刻去东欧。建元3年，刘彻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取得了有生以来第1场军事胜利。在听说汉军将大举出动的消息后，芈月解除了对东欧都城的围困。太皇太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原则，竟在刘彻违命发兵的行动中得以实现。但是，这一次太皇太后不仅平静地接受了刘彻的越轨行动，而且将朝廷的决策大权收回到刘彻手中。以此向天下表明，他实际上是支持他心爱的这位孙儿的。依我看啊，国民太需要好消息了，皇上更需要。我们呐，太低估了皇上。到底是高皇帝的血脉从娘胎里出来，就擅长战略呀。是啊，我到现在还没缓过神来。到底是我等老了，还是皇上运气太好啊？臣早说过，这个皇上是大有为之主，不可等闲视之。皇上驾到！
建元4年，汉武帝刘彻命令全体朝廷官员夹道迎接东欧国王邹尧来到长安。刘彻批准了东欧王举国内迁的请求。同年秋天，数十万东欧居民离开了他们东海之滨的故土，迁移到长江和淮河之间，从此融合进了华夏民族。当时的闽越国大致就在今日的福建，而当时的东欧国大致就在今日浙东的温岭和温州一带。好热闹啊！是的，太皇太后，外面很热闹。倩儿啊，我问你，你是怎么看待皇上的？奴婢不敢有什么看法，奴婢只知道皇上是太皇太后的嫡亲孙儿。是啊，皇上是我的亲孙子，可是我怎么就看不透他呢？奴婢有一句话一直想问您，您见过皇上小时候的模样吗？他饿了，去拿鸟食了。哎，问得好啊！我还真的没有亲眼见过他。我眼瞎的那时候啊，皇上还没有出生呢。那您想听听奴婢为您说说皇上的模样吗？好啊，你就给我说说看。太皇太后，皇上在您所有孙子当中，个头最高，肩膀最宽，眼睛最亮。他的鼻梁挺拔笔直，奴婢见过高皇帝的画像，人说是龙准高鼻，奴婢觉得皇上和高皇帝还真有些形神似同呢。太皇太后，您在听吗？啊，我在听呢。哎，老身不就是凭着声音，在辨认这大千世界吗？如今老身的世界就只有这声音的世界，美丑善恶，忠奸真伪，都透着这声音在听呢。这瞎子与常人相比呀，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就是不必去看别人的脸色，因而行事决断就更少犹豫啊。你记住了，都说呀，百闻不如一见。这老身恰恰与天下人相反，只听不看。哎呀，其实不看才能看得更真呢。来人呐，去把程不识将军给我请来。卑将参见太皇太后。将军总在身边，可老身却从未与将军做过深谈。现在觉得该和将军好好谈谈了。老身不懂军务，却总将虎符搁置在身边。虎符之力不在使用，而在于如何不加使用，却仍能确保国泰民安。老身之所以把虎符搁在身边，就是怕别人把它轻率地使用。现在人家没有虎符，照样可以调动军队，虽然不战而得安，但仍为老身所担心。朝廷用兵必要坚持制度，而这个制度老身已无心力在管，与其让制度坏气，还不如交给别人去实行。程将军，
你认为当今朝廷又有谁最适合掌持虎符呢？我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，要么不说，要说就说实话。你说吧。北辰入宫前，一直在边关与匈奴作战，因此深知边关将士的心声。他们渴望朝廷有一位真正能够懂得军队、热爱军队的统帅呀。你说任何的话，我都能接受。北辰先后侍奉过2位先帝，从文帝到景帝，灿然文治，国力大增。然而匈奴之患60余年来从未消除，因而北臣们都盼望着能再有一位奋发有为、义血耻辱的最高统帅啊！你就直说吧，他是谁？卑职认为，他就是当今的皇上。陛下，娘娘在卧室呢。啊，子夫。陛下，起来吧。先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朕已任命卫青为太中大夫，统领7门全军。臣妾替弟弟谢过陛下。不必。朕呢，还想让他担当更大的责任。这仅仅是个开头。哦，对了，皇后今天来过，让臣妾着实忙乱了一阵子。他来干什么？又说了些难听的话吧？皇后还是头一次来臣妾这闲坐。哦，对了，还送了一篮子新下来的水蜜桃呢。扔掉，准是姑妈让他来的。朕最见不得，就是这见风使舵的。陛下，究竟发生什么了？皇后娘娘忽然对臣妾喜笑颜开的，臣妾反倒没有主张了。没什么，太皇太后把虎符交给朕管了，就在朕手里。甭说你了，就是朕这心里头，也忽然空荡荡的。你说怪不怪？人家捂着你，约束着你，你反倒憋了一口气，反倒斗志昂扬。现在忽然这门打开了，你倒不知今后往哪儿飞了。主人，你们先出去吧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在街市上看见你骑着高头大马，接受民众的欢呼。我那时就想，他还记不记得我了？主人，这么晚了，你说呢？我昔日的2个奴婢，一个躺在皇上的怀里，一个却立在这儿装傻。他心里好像只看见他无可限量的前程，只见到他有一天将去号令统领千军万马。
只见到那铁血交蹦、无情厮杀的广袤战场。你忘记你是谁了？忘记你从哪儿来，要到哪儿去？你难道就不从心里想一想，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？